士摇滚里面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美食。老板他除了用烤的以外，他还会在表层有炙烧。我在富瑶最喜欢的 espresso 加牛奶再加烧酒。卖浓汤的店敢卖面包，就表示他的面包沾他的浓汤一定会好吃。它的鸡皮很 Q， 超好吃的。开始了吗？好哦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呢，我要讲什么？这边的开场的主题是什么？是说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富士摇滚，然后富士摇滚里面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美食。那我们就是睽违了5年，再度回到了 Fuji Rock。我的身份，我的职业也已经比较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记录一下我们在富士摇滚到底吃了什么。富士摇滚就是 Fuji Rock， 就是富摇，那也就是每年7月会在日本所举办的非常棒的音乐季，然后集结很多那种地灵人杰、很有才华的人来这边表演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只听华语金曲的人，那为什么我来这呢？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想来来了之后，我就是只为吃而生，分了非常多个舞台，然后舞台的旁边也都会有很多的食物可以选择。之前在这边吃到的东西就几乎都是非常的棒。漂亮吗？对，比较小本。刚刚阿姨在这个门口我已经收集到2组，我已经收集到2组了。我这一次，烟花！来富士摇滚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那个扛棒合照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我有来富士摇滚。My love language is your time and it's 你每一期我都有看，真的早上看，谢谢，奶真的很大，真的好，lately. 我们现在要去搭缆车，要去一个很高的地方，整个富瑶里面最凉的地方，上面是一个很迷幻的地方。上面的表演有些都在开玩笑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来这边虫比较多，有时候会被攻击哈，有的还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超怕虫、超怕大自然人。这种娇生惯养的女人呢，还是非常喜欢富士摇滚。你就知道富士摇滚有多么厉害。你可以带大家看，等一下阿姨要爬的地方，她要爬上。你们男生要走我前面哦。我要爬这个坡去搭缆车，然后一开始就把体力用尽，是不是？对哦，不要了。来富瑶，我们就怎样？Downshifting， 用自己的步调过生活，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宣导的。你喜欢怎么样的步调？我要回家了，好累，我要回家了，脚好酸哦。哎呦喂呀，我们爬错地方了，是发生什么事？老天爷就是要让你慢活。他发现我又想快活，他惩罚我。他又发现你刚刚要冲上来，他就让你跟着走上来。No， 不可能哎！这一次的旅程，只要他稍微有试图想要快一点的野心，对，老天爷就会给他一个严重的打击。我们那时候在出关，在那边排队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个感觉人超少，我就排了那一个，然后后来前面那个就发生了很多事，然后就 delay。我后面那个人哦就被说，来排这个新的通道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之前哪有那么累啊？没有爬错坡才觉得很累。人家一如果只次就好。爬一个，应该是不会那么累。不是，而且因为我，不是因为以前来哈就是简便，现在呢要带相机，又不是你在带，你们的累我就心里感受得到，我就会一起累啊！我是那种很能共感的人，好不好？ Same pace. Well, tonight I wanna stay. Why don't you just talk to me? 'Cause when you spend your time with me, your speed. 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区呢，是最上面的舞台，然后它叫做 Daydreaming。这边呢，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家长带小孩来，因为他们会比较不定时的有一些玩偶 run try 跟大家玩。这一区会是最凉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是最顶的一个舞台。然后它有一个小舞，你看在那边，然后这个舞台通常是比较，也会有一些可以让小朋友进去玩的设施。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但来这里之后都会很开心。
现在要开始准备做体操了。我要去买咖啡，我今天还没喝咖啡。我买了一个杯子，然后它可以在场内一直来 UCC 喝咖啡。我现在先拿到一瓶，我要喝完之后再立刻去。这里是一区小孩子的天地，就是这边会有一些哥哥姐姐陪小孩玩，然后就是可以把你的小朋友可能先暂时放在这边一下。最赞的就是它非常的家庭友善，就是父母带小孩朋友来这种地方，自己可以去听音乐，然后小朋友也有很多活动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一个就是还是要教育他，对，然后跟不是就是对，不能丢在这。超冰的！哎，你们不下来吗？很爽哎！变一条小河，然后看到大家都进来，因为真的太热，现在真的是超凉，就会呈现一个冰火五重天。因为你上面真的热到要死，但下面真的是冰冰凉凉，好爽哦！好爽哦，离不开了。开心吗？好开心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我们现在在排今天的第一餐是一间叫做拉面 Anish 的地方，这一家是凡他说他之前有吃过，觉得好吃的，然后现在也排超多人。这个场地就是晚上会放电，哦，会很另类。然后你现在自己就是这样，因为刚刚他看到别人端隔壁摊的饭锅。快要热死！拿到那个饭，对，吃拉面。我现在手很像有抓住那个火种的那种烫，这应该是我睽违不知道几百年没吃真正的酱油拉面。好吃，很纯粹的酱油，然后它上面不是有浮这个油吗？那个油脂香气也是你吃进去可以感受到，但不是会腻的那种，因为现在真的超级无敌热，我感超好吃的。有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那一碗是水煮的，他刚刚有问我说，我需要再买一碗吗？如果阿姨吃太多，然后我有跟他说，他只会吃一口，所以你这一口要赶快吃完。要买，我们可以帮你上另外一种，很烫哦，很烫，很烫。卖烤香肠跟烤鸡。就是男生还在 L 的时候啊，那个软度是通常吃到的都会偏脆。你注意看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这样就不对啊，这样你要有吃过那个东西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还蛮手工感的。对，他有说他都是手工。对，一吃就可以知道说它不是那个工厂来的那个德肠，因为那些的皮会太脆太酥。它里面有洋葱，有咬到哎，超赞的！吃到好吃的东西，精神都来了呢。好吃烤鸡就是如果你已经排了这餐，你就2个一起买的那种好吃。我现在又拿到那个天国猪猪的饭，我觉得它的招牌超可爱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人拿着这个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就觉得天啊，那个五花肉我好像不能不吃，但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超级重口味，酱烧五花，然后这是肉末类似咖喱的，然后这是姜汁五花。哦，超级无敌重口味！我觉得这一道要适合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吃，可能会觉得比较舒服，因为它真的太重口味，其实是好吃的。然后它那个酱烧，那个酱给的非常的厚，吃进去之后是先被那个很甜的那个姜烧给把嘴巴给吸住。今天如果是下雨天的富瑶吃这个，可以，这是正常的肉饭。哦，这个比无印料理包还要再重口，我觉得我会选拉面，虽然拉面的汤是烫的，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很阴凉的小道，然后这边晚上的时候呢，会有很多可爱的灯，很像萤火虫，然后在树林里面的那个感觉。我们现在要走去下一个场地，那边呢是比较美式一点的，然后有一些独木桥可以玩。之前的时候，但不知道现在长什么样。总之，我们就去那边。那个舞台主要是比较是安静的独立音乐。反正这边呢，就是非常的大到你就是怎么玩都没关系，不要觉得你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去。任何一个东西没有吃到都无所谓，这就是一个体验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 Heaven H-E-A-V-N， 就是天堂的意思。这边呢都会有一些比较独立的音乐啊，然后在这里的大家也会比较 chill 一点，没有那么的追求那种名与利的感觉。对，也没有在追求速度。对，旁边还是有很多的食堂啊，或者是一些小东西，我们去看看。
到了 Heaven 的后面，可能就是 Heaven 的 Heaven 吧。来的路上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吃面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之前没有发现过这边有面包，我就排了一下队。但排到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觉得啊，应该不会是我喜欢的面包，因为它是这种就是比较欧包款。我一直看他们从纸箱里面拿出面包，我就一直想说，完了，可能不是我喜欢。但在这里呢，你就是既然排了队，你就要相信命运。你有问他们在台湾最爱问的问题？你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可以复热吗？我跟你说，看到我跟眼花在排，然后就转过去说 cut， 然后我听成 hot， 然后我兴奋到想说什么可以加热酒？他说没有啦，就是钱。我买人气number one是蜂蜜奶油，很香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行啦，这个地是沙欧包。欧包，而且是质地比较像棒蛋糕的那种欧包，加热可能会不错，又要讲一些在台湾会讲的话。我们连找位置都找很久，这才开吃啊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就是咬到之后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好像可以把它咬下去，然后这才是我要的面包，非常普通的白面包，裹了一些虾浆下去炸，就是2个我会爱的火锅料加面包，赞死。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吃，然后它的辣是那个韩式辣椒粉的那种辣，它的面体应该是那种素水凉面的那种面，对，它是素面，滑顺度非常的好，完全不会卡喉咙，就是一下就可以咕噜噜跑到你的肚子里的那一种。我觉得平日吃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，所以吃它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男生买的松板牛，它叫西 rice， 它有点像是河阳食的一个定番料理，然后就是牛肉，有点像咖喱，再搭配白饭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它吃起来有点茄汁，然后甜甜的，吃汉堡的时候会配到的东西，真的好吃哎！虽然说它很重口味，但我觉得它比刚刚那个猪肉的辛香料再少一点，食物的做法更简单一点。这个很道地的一道料理。这个猪猪为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的羊肉串，它每过半小时自己就会追加1只，没有吃这一只等于没有来。超好吃。你刚开始拿的时候，它那个羊味就是超级喷射，然后它就是很纯的羊肉炭火焗烤这样的味道。我建议喜欢吃肉，就是一次买3串，虽然说它真的蛮贵的，但真的很好吃。因为你买完1串，你想再排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就是 time is money。然后大部分的音乐制的人都不点，它有一个是饭的套餐，就是下面铺饭上面姜黄饭，对，好嫩哦，因为我没有在迷吃羊，这个很好吃。好舍不得放在这个骨头啊。因为很像在刷牙。因为我想把那个骨头，好了，很赞，舍不得放下它。而且它的边边这边会很好吃，因为很油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拿雨衣，因为我们忘记带雨衣出门了。早上天气太好了，被骗了。现在开始下起超大的雨。现在呢，就是回来中场休息，拿雨衣，拿完雨衣之后就不会下雨了，这就是不变的真理。就顺便洗了个澡，洗了个澡之后，突然觉得人生重新开机的英文怎么讲？你可以说我们整装再出发。像骑士的忠诚，不畏惧是他的人生这过程。我们现在要再去吃晚餐。今年的第1天刚好比较没有我们想要听的团，5年前那一次刚好是蛮多想听的啊。今年第1天刚好就比较松，所以我们就是拍了一个就是吃吃喝喝的影片，就比较轻松。可能会有人觉得说，那会不会觉得很不划算？我觉得其实不会，因为你上来就是享受这个空间所带给你前所未有的那种氛围。我们现在从民宿要走去会场，然后在旁边看到了一个小店，这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在，所以想说遇到的时候赶快吃。老板现在刚好在烤小卷，我想跟他点 one no rice。Thank you. Yes, yes. 其实呢，现在这个天气才是我想象中的音乐季，因为5年前来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凉爽有风的天气，但今年日本真的是呼哈到连山上都超级无敌哈，爆流汗，像在台北街头那样的流汗。看，老板他除了用烤的以外，他还会在表层有炙烧。日本的葱花都会切得非常的细，我觉得细的葱花配上一些比较细致的食物，吃起来的口感跟风味就会比较蛮不一样的。它是什么酱啊？我第一口吃不出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呢。
本来看颜色，我觉得有点芝麻糊麻，但是它是咸口的，不会有那个腻感，吃起来的那个感觉还蛮高级的，不是那种就是一般你路边会遇到的那种烧烤，但是我吃不出它是什么，然后有点海，有点苦，它是不是有拿海鲜的这个本人去做出这个蘸酱，所以有一点海味，比较成人，应该说是适合那种在深夜跟朋友喝酒小聚所吃的一道料理，并不适合就是小朋友或者是大学生，这个比较适合谈心款，苦涩的人生的谈心。对，不是那种什么毕业旅行的那种，不适合吃这个酱。到底是什么酱？他说应该是有用鱼的内脏去制作的，所以我猜对了，因为它吃起来的确有一个那个干的苦味在。第一次遇到这种酱，我觉得很酷，而且是在这种路边的小店，叫做 Wata Sauce， 感觉好像日本有一些料理会使用到。对，来日本让我再次体验到，就是食物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广阔，我真的是井底之蛙。你在音乐上也是井底之蛙吧？里面是一层一层的草莓，哇哦，好酸呐、啊！冷冻草莓不用买、欸。哒啦哒哒哒哒哒。这个我们昨天有先吃过，对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好吃，但是阿姨因为昨天今天要拍片，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吃。欧北莲温是故意的。刚刚有看它的沾呢，它不会全沾，它会半沾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怕全沾太腻。因为我们昨天吃，它其实半沾就很咸。对啊。对好咸哦！这是猪排酱，大猪排酱。它的面包是那种，你知道有一种面包是一咬进去之后，它会紧紧吸住你的上颚的那种面包嘛，你不要用舌头去把它通下来的那一种。这个要我自己一个人吃完一个，我会觉得很幸福。但我本身对于面包比较刁钻，这个食物对我来讲有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，可能它面包再更酥一点，两个人配起来会更赞。我现在吃到最后呢，没有到不要买这么严重，我觉得它可以买。它的后坐力是不错的，不要抱持过高的期待吃它。这个东西可以排15分钟。对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全天下的妈妈，或者是你有需要背重物的人呢，都可以去买狗牙，因为狗牙包它本身非常的轻，非常的好装跟耐装。是你的意思说是妈妈，然后想要背重物，又想要买一个类似名牌包的人？因为如果一般的妈妈，她可能就说，那我就背那 IKEA 的那个袋子就好了。好，这段剪掉。一个刚刚上网找，好像是一家长野的民宿，他们在卖的面包，然后评分蛮高的。我点了一个大蒜面包，好扎实哦。我本来想象它拿到的油度、脆度是那种很脆口的，然后里面筋性比较多。要说真的，这一个也不会吃不完，只是它没有那个咀嚼的快感，它吃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营养棒的那种干凉感。我看大家都买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肉桂卷。怎样？不知道禁止你在 Fuji Rock 再继续买面包了。对啊，怎么会有人想要来 Fuji Rock 买面包？我们买了一个那个牙买加烤鸡饭，然后这家人超多。我们刚刚一转头之后，它又是排成那种 U 字的感觉，都是一个好的征兆。但我们好像没有吃过牙买加料理，也不知道怎么评论。米是用类似比较泰国香米那种细长米去做，然后就是有一种跟一般白米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香气在。酱应该是那个类似像是辣叉酱的，就辣辣的，但没有到超级无敌辣。那个奶酱酸酸的，蛮好吃的。这家有卖2个，一个是牙买加烤鸡，一个是那个印度香料。他们应该是很会用香料，因为香料的香气非常的香。肉是好吃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咸哦！它的尾巴我好像吃了一把盐巴进去，哎。有啊，它那个皮上面都还有盐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还蛮好吃，但肉质不是嫩的，是比较糊糊的那一种，有一点点车味，但是我觉得不是不好的车，就是鱼本身的鱼味。我喜欢它。应该说很少吃到这样的鱼，就蛮新奇的。Fuji Rock就是你随处走在哪，其实都有可能会有遇到表演，累了你就坐下来，他们席地都可以坐，只要不要影响到行人就好。
多烤鸡皮就是我很在意的点，你应该先吃它的鸡皮，因为它的招牌是一间我排了大概也是要10分钟左右的店。它的鸡皮很 Q 到不行，因为台湾的普遍的鸡皮不是烤得很脆，就是还是很油，但是它这个有一个 Q 劲在 ，Q 到有一点偏向去海鲜的那种 Q， 有点非常好吃。调味呢非常的浅，不是那种刷重咸的那一种，好好吃哦。对，超好吃。然后它吃起来，盲测也不见得会说出它是鸡皮，它就是一个 QQ 的东西。这间非常的好吃哦，它一直主打鸡皮这个副食品，就让我会很好奇。对，这家下次来大家有看到要吃它的那个图啊，就是一个老阿伯的手在那边烤，就让人家好介意哦。其实看不出来是谁，但是为什么你可以知道是老阿伯？因为那个手掌有展现出一种人生历练，对，然后好吃。还有买一些它的综合的葱鸡串，好好吃。不可能，超好吃。它的那个葱有咸，然后超湿，葱味还在，很好吃。我怀疑我们葱肉这样，还要再去买。好好吃哦，这个。好了，现在到晚上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冷哈。然后很冷的时候就要拿出雨衣。现在男生要开始看他们喜欢的团了，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眯一下，等他们看完再。要开始音乐，你就要睡。有声音听就好啦，就是。你把这些国际乐团讲的有声音听就好。我觉得每个人来选择的真的不一样，就是你们喜欢来吃、来听音乐，或者是跟朋友来山上玩，其实都无所谓。你也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而认识更多的乐团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安静。今天应该是到目前到这边为止，但是因为其实 Fuji Rock 有非常多舞台跟非常多可以吃的，那我们也不可能在3天内把全部的东西吃完分享给大家。但我个人就还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如果你的身边有朋友可以愿意一起来的话，那或许你们第一次可以大家一起来，请大家不用担心在这边上厕所，因为其实这边的厕所很多，只是多少比较多人使用就是会有点尿味，以及某些我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的公厕，我觉得都算干净的那一种，因为他们还蛮多人在努力维护这个环境。只过了1天，但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Fuji Rock， 就是推荐给不那么排斥山上，然后也喜欢音乐季，然后可能刚好对这件事情一直都很有兴趣的人，连我这种娇生惯养的人来这边都还是很推荐。现在我的状态是怎样啊？因为其实头今天一直反复戴帽子跟淋雨，有点湿。现在就是狼狈。哦，现在就狼狈吗？是因为步摇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就是失去那个美貌，因为出国就是美貌会是逐渐下降的，因为你会吃很多东西，然后就会第一天漂亮，然后再来就越来越丑，越来越丑，然后最后就会肿得像米菇这样子。我买了一个那个板条，它在现场炒的时候看起来不错吃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它全部东西都是组装的。很像在吃模型因为它已经有点冷掉，所以它有点塑胶感。每个东西都是分开炒，然后再放在一起的，它并没有全部再和在一起，它是面抓一点，蛋抓一点，菜抓一点，所以味道都很分开。好干哦！对啊，超干的。它叫做 Crazy Hot Dog， 它说是和牛，还不错吃。我放了一阵子，它如果是热的时候，刚拿到的时候吃，应该还蛮好吃。然后来这边就是跟着人群排队就对了，基本上不会错到哪。就算有错，你也想成这条路的人都陪你一起错，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来这边吃错东西没差，反正就是这些机会而已，对不对？入口处呢，我们又买了一碗那个中华拉面，不过这一碗呢，它有一些绿绿的蔬菜，对，其他料是蛮对，汤头的底有一些那个生姜在。现在晚上了，所以有点冷，但我就觉得上午的那一家的油脂那个油有帮它加分，但这一碗就是比较清淡一点，对于那个油脂的香就少了一点，比较可惜。大家应该会想说，为什么我们又再度坐下来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民宿对面有一家叫做旅空咖啡的店，5年前并没有，然后它是一家装潢的很可爱的餐车，感觉就是有要告诉大家说，我有要用心做这台餐车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点了一个它的鸡肉咖喱跟羊肉咖喱，然后它是主打自己是那个辣的咖喱。
哇，好咸啊！但是它的饭煮的非常的好，鸡肉咖喱里面应该是有混了一点马铃薯在里面，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是整个咖喱是很松软的。点了一个饭团，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丘比特说应该是用新细米，因为这边的米都是用那个米，所以他觉得这边的饭团应该是很好吃的。很好吃的饭团很朴实，然后里面是用鲑鱼的咸香配外面的白米，非常非常的刚好，好幸福哦，好吃。富瑶的快速通关是舞台跟那个食物分开。我如果今天有买的话，我们应该就会拍得更顺利，比较不会头晕目眩。但是呢，我要讲这颗饭团真的很好吃。各位观众，这个是沈小姐的床位，还有艺术感吧。那里还有我的面膜好恶哦！这是今天早上的啦，新鲜的，我等一下拿去丢。躲在风，我最会经营的 style。你的里面也有面膜哎。哦 no， 为什么我里面有血啊？干好脏好哦！恶哦！你的里面有一些土哎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昨天把那个包包丢在土里。不是啦，我把椅子放在里面嘛，啊，椅子在会场就，我等一下拿去抖一抖。我觉得我今天的服装非常像在开玩笑，我很像只是来这边拍照的小姐而已。很少有人会穿牛仔来这里。对，好，我们呢刚刚把那个小黄瓜冰在那个里面，温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我是冰，但是那个口感，是不是不能买特价小黄瓜？是本身口感不好吃，本身难吃小黄瓜。有土味啦。对啊。现在是不是水肿啊？我现在找到了我的棒棒，它叫做什么？咕噜咕噜 Wina。我之前有吃过，然后我就对这个卷卷的棒棒糖肠感到新奇，因为毕竟我是香肠女王，来这里还是要吃遍所有的肠。这个肠好吃。他买肠的这间店，我在富瑶最喜欢的酒 ，espresso 加牛奶再加烧酒，没有酒感你就会喝醉，然后最后你去锯木头就会咖啡拿铁草莓。我们看到一个超梦幻哦，你喝，老外点，我觉得很好喝，很好喝哦。这只是草莓拿铁咖啡。哦，超好，真的啊，我喝一口，我喝一口。这个超好喝。这间店因为牛奶很好喝，所以它不管加什么酒或是饮料都会很好喝。一样超好吃，外面一般的那个德肠的那个熏味，有时候会太重跟太化，跟我很不喜欢。那它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那种熏肠味，然后加上它这个形状就是非常好拿来怎样拍照，拍照之后怎么样上传。可是我不会平面包啊。没有，那种它就是要跟这个面包会让它更好吃。刚刚那一段是什么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它的面包很好吃，对吧？我就说这种卖浓汤的店怎么可能？它的面包很香哎。卖浓汤的店敢卖面包，就表示它的面包沾它的浓汤一定会好吃，因为不是每个面包都可以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它一定也是用它的那个牛奶做的嘛，它一定叫做什么鲜奶吐司，好好吃。它外面这个皮完全不干不刮口，非常的赞，又香又软。这浓汤的奶味很重，牛奶跟糖加在一起的那种浓汤甜味，我觉得非常赞。它也不是很稠的，它其实是稀浓汤。Oh my god！ 请问一下，沈小姐在富瑶最常做的事情是不是修照片？对啊，因为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。好热哦！我们现在第二天，我已经晒到快要脱皮，然后脱背包或穿背包的时候，磨到我的手臂都会觉得超痛的。参加富瑶的这3天，其实就是吃、喝、跳舞、拍照、放空，跟泡在水里。可能有人会想问，我在这边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其实不会，完全不会。随着音乐乱舞也很快乐，而且在山上放空让我非常的平静。哦，好重口味，太油了。买2份我也吃得完啊。我想我明年还会再来。富士摇滚，明年见。